大家好，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。要问安卓阵营中最强的移动端芯片是谁？相信基友们心中都有很明确的答案，它就是骁龙8 Gen 2。两代火龙过后，咱们在今年总算等到了这颗性能强还不烧的芯片，而高通这波 GPU 上的巨大升级，也让满帧征服原神不再是梦，顺带着还把发哥和苹果给整紧张了。虽然基于3纳米的 A17 Pro 在综合表现上依然是移动端的霸主，但 Tiger 愣一看，A17 Pro 这 GPU 性能也比不过未迭代的骁龙8 Gen 2天玑9200 Plus。此情此景，笑得最开心的可能就是准备迭代的联发科和高通了。前阵子某骁龙8 Gen 3新机的跑分就被曝光了出来，整体跑分都突破200万，不过 GPU 这块似乎还有压榨的空间。从之前的工程机 Geekbench 6测试来看，骁龙8 Gen 3的 GPU 跑出了15434的分数，相比上一代的骁龙8 Gen 2足足提升了 50%。 就这个炸裂表现，大概率也是个干翻 A17 Pro 的存在，这倒不是啥稀奇事，毕竟从骁龙8 Gen 2开始，高通在 GPU 方面的领先已经不是一点半点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发哥憋了大半年的天玑9300又是啥情况呢？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爆料显示天玑9300的 CPU 和 GPU 跑分比骁龙8 Gen 3还要高。Tiger 盲猜一手， CPU 方面的理论性能会比骁龙8 Gen 3高不少，毕竟是堆了4个 X4 超大核，属实是力大专飞。至于 GPU 嘛，爆料显示只比骁龙8 Gen 3高一丢丢，但哪怕是一丢丢， Tiger 也觉得挺离谱的。要知道骁龙8 Gen 3的 GPU 已经有着相当大的提升，而且人家用的还是自研架构，那发哥呢，用着ARM的 GPU 架构，在跑分上还干翻隔壁高通，这事听起来就相当亏贼。咱不知道高通和发哥是不是约好了要在今年挤爆牙膏，让果子哥独自尴尬，也不知道发哥这一次是不是真的能全面超越高通。但 Tiger 想说，跑分和实际体验其实是两码事。如果基友们有关注高通和发哥之间的博弈细节，就不难发现发哥的跑分很少会输，实际体验却很少能赢。先从发哥目前最新的芯片开始聊起，天玑9200在不超频的情况下，跑分是不如骁龙8 Gen 2的，但要强的发哥很快又推出了天玑9200 Plus， CPU 和 GPU 都有提频，反馈到跑分上的提升就挺明显。但是呢，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，在制程和架构都无变化的情况下，强行拉高频率，功耗肯定会跟着上去。天玑9200 Plus 的 GPU 极限性能虽然跟上了骁龙8 Gen 2，但代价是突破10瓦加的功耗也就带风扇的电竞手机能压住了。当然了，在冲高端的过程中，发哥也曾有过高光时刻，那时候骁龙888和8 Gen 1两代发烧级芯片横空出世，体验就挺一言难尽，用户们实在没别的办法了，只能期待发哥支棱起来。而发哥的嗅觉也很敏锐，正所谓趁你病要你命，一脚油门踩到底，依然冲了波高端。前脚发布天玑9000对标骁龙8 Gen 1，天玑9000 vs 骁龙8 Gen 1，后脚又整了个天玑8100，天玑8100 vs 骁龙888。事实也证明，这一年发哥的冲高策略非常的有效。虽然天玑9000的出货量不高，但确实让很多用户意识到，原来联发科做旗舰处理器也不错，而天玑8100就更成功了。有红米 K50 首发，性价比贼高，芯片体验也是有口皆碑。不过大伙也懂得，这波成功并不只是联发科自己的功劳，自身的研发投入和技术进步固然是很重要的，但高通连续2代的火龙也给了联发科很大的机会。后面高通也痛定思痛，连忙改变了策略，最关键的无疑是把工艺制程从三星4纳米转回了台积电。于是很快了，骁龙8 Plus 和8 Gen 2陆续而至，以强劲的性能、优秀的能耗比找回了场面。除非是像红米那样有更高的权限接口来调校芯片，不然在大多数情况下，骁龙8 Gen 2的游戏体验就是会比天玑9200强。而除了最顶级芯片的较量，高通还在终端市场上放了个更狠的招。他先是把骁龙8 Plus 下放到3000元的价位上，再把骁龙8 Plus 砍2刀，整出个骁龙7 Plus Gen 2，进一步下探到2000元价位。这么一搞，发哥的天玑8100和9000就很尴尬了。这俩芯片虽然游戏性能和体验比不上骁龙8 Plus 家族，但价格便宜，在终端机上还挺有吸引力。现在倒好，高通直接来到这价位，跟发哥一块玩了，那咋办呢？每年一次大迭代的策略是不可能说变就变的，所以联发科用上了一种很老套但也很有效的方法，
那就是老芯片拎出来小修小补，再稍微下放价格来提高竞争力。比如咱们能看到，联发科在天玑8100的基础上更换了4纳米制程，并拉高了大核频率，捣鼓出天玑8200，整体架构倒是没啥变化，保留了低功耗高性能的优良传统。而经过超频后，天玑8200的娱乐图跑分也突破90万分。你别说，放在2000元以下的价位段还是蛮好用的。至于天玑9000这一代嘛，还是有一丢丢尴尬。虽说在那一年，它对标骁龙8进1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。相同的性能下功耗更低，相同功耗下性能更强，但这点优势都没能持续1年，中途就被高通发布的骁龙8 Plus 截了个大糊。那时候天玑9200又没出来，于是发哥又把天玑9000拿来超频了，主要体现在超大核的频率从 3.05 GHz 提升到了 3.2 GHz。 不过还是那句话，简单超个频对实际体验提升并不大，只有在跑分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用的是超频版处理器。而发哥超频硬刚高通的传统，直到天玑9200这一代还保留了下来。人家发哥也会说的，甭管功耗高不高，你就说这跑分是不是安卓第一吧。抬个回顾下来啊，发哥这几年的芯片策略真就是针对性极强。具体为，我承认你高通很猛，但如果我每一代跑分都高你一丢丢，阁下又如何应对呢？所谓光脚不怕穿鞋，发哥在还没站稳高端的情况下，这么玩是没啥毛病了。而且联发科虽然喜欢硬刚跑分，高频功耗也有点飘，但在低频的能耗上，这2年联发科都做得很稳，而绝大多数手机能提供的性能释放范围也不超6万。换句话说，在日常使用的各个场景下，发哥的体验是不输高通的。既然如此，发哥为啥还执着于跑分呢？有网友说的挺有道理，面子很重了。说白了，现在大伙提到高端手机芯片，还是更认可高通。那发哥作为追赶者，确实需要把跑分作为一个宣传点，在理论性能跟得上，中低频功耗不翻车，价格又更便宜的情况下，很多用户都不会抗拒购买搭载联发科旗舰芯片的手机，包括手机厂商亦是如此。之前就有新闻报道，骁龙8 Gen2 的单颗采购成本是160美元，比果子的 A16 还高。总之嘛，市场多一个选择，对咱们来说总归好事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，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